美少女动画就是日漫最大的骗局，他们把一个个很艰苦的职业用美少女包装成甜蜜美好的样子，把宅宅骗进来。最离谱的那必须是琉璃的宝石，美少女挖宝石，我们看动画里两个女主在那儿挖石头做科普，好像很美好。咱不说一个不出门的宅宅能不能翻山越岭，你就随便找一个家附近的景区山，你沿着楼梯爬爬看，不经常运动的人爬这个都得一身汗，更别说那种挖石头的荒山了，路都没有，准备用充满脂肪的躯体去跟大自然搏斗吗？当然了，按照咱们宅宅的行动力呢，自然也是有很多人在看了这个动画之后购买了地质锤啊，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以为这种专业的事情能有动画里演的那么简单吗？地质学这个专业是很苦的，动画里你看着光鲜亮丽的研究生，但在现实里走一遭风吹日晒，这肤质不比种地的好多少。而再把宅宅骗进去这个领域，白箱必然是最高的山。主角身处动画行业，而且是一个看似没什么技术要求的岗位，制作进行，而这个动画当年还偏偏就火了。动画观众看着讲动画行业的动画，你就想那么多人看超时后门的两人都想着要不要试试。当年这动画也就成功的把一群对动画行业没什么了解的人拉入了制作进行的岗位。可是吧，动画那已经是美化了非常非常多了，当大家直面现实的时候，那简直就是炼狱。动画行业又苦钱又少，哪怕是动画里主角这种工作强度，一个海胆罐头都不舍得吃。现实中很多人没干多久就不干了，当时还被很多业内的员工吐槽了来着。而在现在这个时代，传统行业就没有用户基础了，现在的骗是把你骗去做自媒体，深夜重拳，一群美少女拍整活视频，运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深夜重拳整个行动路径虽然是耍宝行为比较多，但真的和自媒体差不多，选题、拍摄、剪辑、发布。不行了，我头疼。我做账号肯定是知道这里头的折磨，比如你会面对各种负面评论啊，还会有人无缘无故骂你啦，数据低迷的时候心情低落啦，播放量不到1万，那是真的很打击人。这些那些都会是做账号时候面对的现实。不过上学的时候投身自媒体行业确实是没啥成本的事情，我觉得大伙在大学课余完全可以试试。虽然失败才是人生的主旋律，但你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那些软件呀。而且这年头做自媒体的动画还真不少吧。这个季度开播的梦线大是虚拟偶像，之前那个烂的神乎其技的夜晚的水母不会游泳是歌式的 VTuber， 这真的就是时代浪潮了。这样看美少女确实是干什么都好看啊，哪怕是这个季度的尼古喵喵这种动画，我都看出很难受的生理反应了。但你要是换成真人来演，或者是用很写实的画风，那我估计真要吐出来了。没有那层美少女的皮，真不知道这动画有多劝退。那么以上你觉得哪个动画的美少女加任意是最大的骗局呢？或者你最喜欢看的美少女干这样那样的事情的动画是哪部呢？他们又做了什么呢？在评论区说说吧。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